欢迎来到新一天的金曲馆。今天是星期四，今天有些阴天，云像是碎掉的蛋花一样飘在蓝色的汤上，一不小心就陷落其中了。画面到了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一首很衬这晚天空的经典歌曲，最好要开着车窗，吹着阴天的风来听。来自徐冠纯的《沦陷》，词曲易经，一位非常神秘的词曲作者。这好像不是希姐的声音。徐冠纯虽然发了新歌，但大家还是更喜欢你写的那首。忘了吧，太巧了。一会儿羚羊夜空下的梦上线，不知道徐冠纯的新歌还能不能留在榜上。羚羊很意外你会愿意给他这个新人写歌。现在网上都对伊金非常好奇，都有超话了。希姐一直想邀请你去做采访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不要。我知道你向来不想让伊金的身份暴露，但是希姐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我们会做好保密工作的，不会让别人知道。现在很多留言问我们为什么突然换主持人，怎么办呀？哎，要不下一节一开始就直接说我是代班主播算了。芳芳，你继续打电话。吴烨，你能不能不要自己改词了？一会儿第二段照常记，听我给你指示。对不起，迟到了。希姐，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？太赶了，路上把手机给摔了。吴烨，歌曲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想个办法把词圆过去。OK。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27.1金曲馆。刚才有许多的听众都在问，为什么今天主播的声音变了？其实是我们节目组想在开场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玩一个游戏，测验一下我们听众的耳感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，大家好，我是聂希。能够分辨声音的音色，才更能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。可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耳感都非常的棒。总有一个人永远在你心里，总有一件事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喂，好久不见。我今天有时间，一会儿见。果然，徐冠纯的经纪人打电话来了，他们听到了夜空下的梦，想约我们去聊一聊。估计啊是要来追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给他，到时候怎么说？实话实说，他的声音不适合。恐怕他们没有那么容易接受。我先送你回家。送我到附近的公园吧，我坐一会儿。你结束后来接我。希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全组每个人写份检讨就好了。好。第一次做主播台的感觉怎么样？有点说不上来，因为刚刚太急了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今天我一直没有到，你会怎么办？就一直念稿子，做一期不接观众来电、没有任何互动的节目吗？这个，今天你是很勇敢，但是不要翘尾巴。这里不是校园广播，对于主播台的位置，你还远远都没有准备好，自己心里知道吧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努力的，希姐。好了，你可以下班了，快去上课吧。那我走了，希姐。来找你的。啊，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。那希姐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我不想接。你怎么找来这儿的？程英告诉我的。吴燕，我和许现在真不……你们俩什么样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吴燕。
却逃不出升天，沿途轮转些不准磨灭。蔚蓝的从前，回头已被覆盖大雪，爱怎么溶解？完了，我又跑调了。最后呢，我们总结一下人本主义治疗模式最重要的理论：一，人都有自我实现的倾向。罗杰斯认为，人天生就有一种基本的动机性的驱动力。我今天在公园里见了一男的，绝了，简直就是第一眼男神。口说无凭，上图。我没敢拍。当初广播站纳新的时候，连新一届校草你都敢直接让人家填报名表，还有你不敢的事儿。哎呦，那简直不在一个级别，好吗？同学们，下周再见。大家中午好，我是主播许倩，今天先为大家带来一首刚刚发表的新歌。这首歌是由乐坛新人林阳演唱的。怎么了？陶醉在许倩的声音里了。我看你呀，是陶醉在自己的醋坛子里了。还说没有？怎么了？听这歌。多好听的歌呀！我得查一下。哎，你这职业病，你直接发信息问许倩不就得了吗？我不，我已经和他们划清界限了。试衣巾哎，果然。他这次怎么又没在自己的主页里面发布预告啊？哇，都冲到榜单第2了，这次又能让这个林阳一炮而红了。又是你家衣襟，你说衣襟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当初就因为一首歌捧红了许冠纯，但是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到底是谁。这次又和一个新人歌手合作，太神秘了吧？说他会不会是个作者，或者是个语文老师，或者是个变态？你才是变态呢！不许侮辱我的偶像啊！我这是表扬他呢，低调到了几乎变态的程度。你见过拿这个词来表扬人的吗？你屁痒痒了是不是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动了，你别动！哎呦，你过来！
牛奶还放在第1层，水果在第2层，水放在旁边了。谢谢。这样谢谢我的话，你就再给徐冠纯写首歌作为弥补吧。你把《夜空下的梦》那首歌给了新人林阳，徐冠纯那边挺不开心的。他开不开心跟我没关系。现在《夜空下的梦》这首歌热度已经要赶上徐冠纯的新歌，他们那边宣传很费力，觉得是我们在打压他。我跟他们解释了，是他的声音不合适，可他们不理解，觉得是我们在找借口。这是公司要解决的问题。念青，你太不近人情了。这要不是我了解你的脾气，换个人早被你气死了。我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吴嫣，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，我叫上魏浩。我还有事儿，你们俩吃吧。吴嫣，我想和你聊一聊。不必了吧？我之前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，比魏浩还要好。但既然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前没打算和我聊的话，那现在和以后也都不必了。吴嫣，我们没有。所以魏浩喜欢过你吗？为什么连你也要这么问啊？那我这么问吧，他说过他喜欢你吗？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们两个时间久的呢，就像老夫老妻一样。你见过哪对老夫老妻天天说我爱你的？所以魏浩其实压根儿没有明确的说他喜欢你，喜欢也不一定非要说出来吧。那你说，之前他会给我买早餐，对不对？会陪我去逛街啊。宿舍要关门来不及，他会骑车去接我，这难道不叫喜欢吗？那你说过你喜欢他吗？告白在你看来可能就是那种没有意义的仪式感吧，但是你明确关系靠的就是这个啊。你不说，他也不说，你们两个人互相猜，猜着猜着就把对方给猜没了。那如果相处了这么多年，还需要用我喜欢你这几个字来特别强调的话，那不等于白相处？现在也的确是白相处。哇，那我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嫁给一心了耶！耶，好开心啊！想哭就哭吧。为什么要哭啊？我的新人生就要开始了，好吗？那电台的群消息，我现在要走到实现人生梦想的道路上了，专注，没有空望人群场。美女宣称自己是作词作曲加一金字炮与明星徐冠纯恋情，我的天，这一金居然是女的！怎么会突然爆出来这种假新闻？麻烦你们了，这么晚还在加班，谢谢。唱片公司晚点会发一个官方公告来澄清它是假的，但是现在徐冠纯的热度太高了，恐怕没有办法阻止假新闻的发酵。到时候大家关注的都是花边新闻，记住了假一金。我真的很好奇，现在有一个女人在冒充你，你一点都不着急吗？
你把眼睛闭上。这就是我的世界，这里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我只写我想写的歌。易经是谁，并不重要。真的不重要吗？当初你也是这样闭上眼睛告诉自己不重要的吗？太晚了。我为什么取名叫易经呢？一袭易经是在我身上发生的那些暧昧又温暖的故事。一古易经呢，又是我自小受到国学文化的熏陶，却在国外留学多年后思想冲击与交汇。因为这两层含义，化名易经。俗不俗？肯定是假的。干嘛呢？一惊一乍的。这闲聊写的怎么样了？之前你跟我说，想要邀请伊金做访谈，可人家一直没来，怎么这次人家就直接直播了？这个易经是假的。假的？怎么可能？真是假的，我保证。真的易经他，反正我一定会邀请他来做一期节目的。好，我等着。否则，我可不得不怀疑你是在给自己找借口。我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真面目，不是低调，是我喜欢原来的生活。公众人物的生活不是我可以负荷的，但其实第一首《春秋曲人线》是我跟他的定情作品，是以男性视角写的。是他跟我说，我们第一次在沙滩上见面，他第一眼看到我的感觉，我很感动，所以写这首歌给他。可是他现在却否认这一切，还说我根本就不是易经。细姐说，他们主任已经下命令去邀请那个假易经做访谈，他现在骑虎难下。我知道你无所谓，但是念亲，你能不能至少去一趟电台，让他们知道那个女易经是假的，不能采访。聂曦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帮帮忙我行吗？看什么呢？那么专心。我在看有没有明星来我们节目。一般明星来的话，微博会提前发预告的。可是这次怎么那么奇怪呢？我问芳芳姐他们这期的嘉宾是谁啊，他们也都说不知道。反正明天没课，可以去看看。哎，你家易经怎么样？哎呦，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如果唱片公司说的是假的话，那真易经在哪儿呢？所以嘛，我还是相信那个女的。谁会拿自己的清白造谣啊？通知，明天上午8点，请大家准时到主楼阶梯教室集合。辅导员将安排实习事情。哎，又是实习的事儿。那就麻烦你帮我点名啦。你还真是一心都扑在电台事业上。爱牛逼。年纪轻轻就拄拐。我自己上去就行了，你不用下来。走这靠里第1列，从上到下第2行。
我知道了。是他。居然是个盲人。他的眼睛好漂亮啊！请问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左侧靠里第一列，从上到下第2行。真像是在做贼。赶紧回来！老周说结束前不出现，这学分就没了。你赶快。真的不想走啊！啊，喂，芳芳姐，我得赶紧回到学校了。嗯。啊。时痕开锁。苏先生，念签。我跟着小路走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请。所以，就业面试、考研面试和公务员面试，全是集这3大恐惧为一体。有一部分学生啊，已经自主联系到了实习的单位，剩下的同学，学校会给你们安排2家单位去实习，一组呢是去高度戒备监狱，另一组呢是去一所特殊教育学校。听说你要去那个高度戒备监狱？主动申请去高度戒备监狱的。什么是高度戒备？成因？这里面全是15年以上的重刑犯、李伟、杀人犯、规定、贩毒的、走私的、绑架，要不要一起？王静。算了，这个娇娇女会把你吓着。桑无烟。哎，你准备去哪一组啊？特殊教育学校。好，剩下的同学把名单都交给班长。桑无烟，你给我来一下吧。好。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 FM 27.1金曲馆。昨天呢，我们给大家预告了，今天会有一位神秘人物到访。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著名的词曲人一金。大家好，我是一金。一金，我想问一下，前2天有人在网络上冒充您，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您当时为什么不出来辟谣呢？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，他们怎么想，我无所谓。那为什么您会想到要走词曲创作这条道路呢？小的时候是有写歌的梦想吗？只是喜欢音乐而已，以前没有想过。那么面对这么广泛的歌迷群体，您为什么要选择刻意的回避公众呢？为了保留私人生活空间。只是因为这个吗？只是因为这个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您这次又选择接受采访呢？
因为觉得亏欠了我的歌。啊？这首歌以这样的方式被大家听见，是我失责。哎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是要考研吗？我不想考研，我也没打算做心理咨询师，我更喜欢现在电台的工作，这一点我很确定的。可是读研究生也不一定要职业嘛，你可以像你爸一样，走学术路线。老师，你倒是快着点训我呀，说不定还能赶上听一点呢。你去读研究生，也依然可以在电台这边做兼职的嘛。桑老师这边和师母都很期盼着你回家那边去读研。我知道你有理想，我很理解，也很支持，但你也要顾及一下你父母的期盼嘛。老师，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专业的电台主持人了，并且想要完成一番成就的。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胡言，你就一定要赌这么大吗？我想赌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那老师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哈。哎，还没说完呢。实习这个事儿啊，很重要，会直接影响你毕业的。我会努力实习的，老师再见。啊，对了，老师，那个我不想考研的事儿，我想亲自和我爸爸说，您就放心吧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再见。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作为主播私心想问，您平时听广播的时候有什么喜好吗？不太喜欢听到刚好有人点我不想听的歌。今天非常感谢易经先生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是一金，老张跟你说什么了？居然是一金！你在说什么啊？你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是谁吗？是一金呢。如果我在电台里，我就可以看见一金。我居然错过了一金呢！所谓的本命魔咒，节哀吧，节哀吧，节哀了。道歉的话不必再多说了，在这个行业里，大家都各自有难处。绯闻就像烂泥一样越搅越脏，想清者自清没那么容易。我会跟他说的，放心吧。他特地打电话来道歉，态度还挺诚恳的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好吧，那我先送你去学校。同学们，我们都知道汉语盲文是由声母和韵母两方相配组成的一个汉字，有2到3个汉字构成词语，由词语之间组成完整的句子。而有的词语和词语之间需要进行分词连写。今天我们就来练习数词要如何连写。罗老师，小薇，12这个词是数词，要记得连写哦。我知道了。真乖。
好了，下课。起立。再见。苏老师，我们认识吗？好像不认识。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吗？我们见过，在电台。对，在电梯里面。啊，我是这里新来的实习老师，我叫桑无烟。那苏老师呢？苏念青。念情，念情。念青。金一青。哦，苏念青。那苏老师，你知道主任办公室怎么走吗？跟我来吧。啊，好。慢点跑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跑，慢点跑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